那些曾经火到一塌糊涂的厨房用品，为何如今不受待见了？从万人追捧到避之不及，它们的缺陷在哪里？是时代环境变了，还是人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高了？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6个跌下神坛的厨房产物，或许淡出中国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1. 厨房凉霸。夏天热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做饭，确实很遭罪。有需求就有市场，厨房凉霸就此诞生了。商家宣传说，装上凉霸以后特别凉快，可以解决厨房烧菜闷热的问题，于是很快成为了抢手货。凉霸这个名字确实会给人制冷降温的感觉，不过它叫凉霸，但却不制冷，所以很多人给家里装了厨房凉霸之后，就觉得实实在在的被坑了，因为它的功能和空调完全不同，根本起不到制冷的效果，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台安装在顶上的风扇，在厨房发挥的唯一效果就是把热气反复的吹上吹下，同时还会影响油烟机的效果，把烧饭时的油烟吹得到处都是。另外，用久了之后，扇叶上还会蒙上厚厚的一层油污，清理也非常费事。总体来说，大家发现厨房凉霸的性价比低，没什么实际效果，因此也就彻底的凉了。2. 台中盆。记得当年厨房装修中，水槽到底应该装台上盆还是台下盆？很多业主对此都很迷茫。安装台上盆，担心打扫台面卫生麻烦，玻璃胶还会发霉；安装台下盆，担心承重性不高，后期有掉落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台中盆出现了，因为它本身能和台面齐平，既好看又不用担心水槽落下去，似乎完美解决了台上盆与台下盆的所有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台中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实中，因为安装台中盆翻车的案例不在少数，大量业主吐槽安装师傅的手艺太差，导致台中盆根本无法与台面齐平，不是坑洼不平，就是缝隙太大。难看不说，缝隙积水导致填缝中的玻璃胶最终发霉发黑，产生严重的卫生问题。其实台中盆因为需要对台面现场切割，所以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师傅的手艺要求很高，这也导致再有经验的老师傅安出来的台中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瑕疵。当大家都诟病台中盆的时候，商家也改进了台下盆的安装方式，从云石胶升级到如今的金属卡扣固定，这种方式也减低了台下盆掉落的风险，因此台中盆也就寿终正寝了。3. 不锈钢台面。不锈钢台面有防水防潮、硬度高不开裂、不会渗色、环保无辐射等优势，曾经在餐饮行业非常的受欢迎。因其特点优势，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在家庭厨房中也很快流行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没火多久呢就熄火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美观性不够，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不上它的根本原因。冰冷的质感，总有一种厨房酒店后厨的廉价感，显得不够档次不说，还与家庭环境需要的温馨感相差甚远。其二，不锈钢台面不耐滑，稍微磕碰可能都会严重刮花，而且无法修复，用过1-2年以后基本都是惨不忍睹。其次，如果厚度不够，还会出现变形鼓包的现象。其三，不锈钢台面比石材更容易滋生细菌，需要时刻清洁，保持卫生干净。除了以上几点以外，真正的食品级不锈钢台面的售价不便宜，价格基本都要2-3千元一米，水槽还要另算。和几百元一米的石英石相比，显然是贵了很多，普通家庭根本消费不起。所以这些原因都注定了它无法在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4. 调味拉篮。厨房的调味拉篮因其超强收纳能力、拿取比较顺手等优势，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被称为最鸡肋的厨房用品，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调味拉篮真是干啥啥不行，浪费空间第一名。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拉篮的空间有限，就算全部装满了，也放不下多少瓶瓶罐罐，而且尺寸多大往哪放都要符合它的规格才行。高一点的调料瓶放不下，放小一点的瓶子又会倒，稍微大一点点的案板也塞不进去，特别鸡肋。而且怕沾水一生锈也就忍了，这种框框架架的结构，平时清洁油污也格外费劲，关键是用的频率高的话，滑轨还容易坏掉。因此现在安装调味拉篮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发现它甚至比不上普通的厨房抽屉好用。5. 肤感膜柜门。说到厨房的颜值担当，当属肤感膜柜门一点不假。膜感膜柜门摸上去光滑细腻，有一种婴儿肌肤的触感，而且自带高级感，所以近些年几乎成为家庭中的标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肤感膜的弊端也显现出来，许多用过的业主都疯狂的吐槽，膜感膜有不耐脏、留手印、不好打理的问题。特别是在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地方，那指纹和水渍真是至死不渝，不离不弃，怎么擦也擦不掉。上网一搜，如何清洁膜感膜柜门的帖子更是铺天盖地。虽然它很美，质感一流，但因为不好清洁，也就注定了被大众所抛弃。6. 厨余垃圾处理器。现如今，很多城市在实行了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处理器在中国家庭中使用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更是省时省心，节省了每天都要跑去楼下扔垃圾的烦恼。所以，很多人也不惜重金，纷纷购买。但是，等真正使用过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甚至是越用越糟心。原因是，即使你装了厨余垃圾处理器，也还是要分类处理垃圾。因为不是所有的剩菜剩饭、食物残渣都能处理掉，比如太薄的不行，例如虾皮、鱼鳞之类的；长纤维的也不行，玉米皮、粽子皮等；太硬的也不行，例如骨头、贝壳一类的。其次，对于一些难破碎的食物，还需要少量多次处理，不然还容易造成下水道的堵塞。一旦堵了，那是又脏又臭，太受罪了。另外，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很大的功率，才能达到很好的研磨效果。所以它工作时的噪音也大，因为它是紧贴着台面，研磨的过程中会震动，发出来的声音会让你感觉耳朵都是嗡嗡的。所以厨余垃圾处理器没能像洗碗机在国内家庭普及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上这些厨房产物，你家用过哪些呢？还能说出几种跌落神坛的家居用品，或是家用电器？现代人装修比较看重客厅和卧室，觉得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卧室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而老一辈装修更讲究金厨银卫，因为这两个地方日常使用频率高，反而比客厅和卧室更加至关重要，马虎不得。因此，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厨房装修的一些良心建议。若在装修，厨房一定坚持7不装，不是怕多花钱，关键是真难用，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耐心看完，让你的装修少留遗憾。1. 厨房不装凉坝。夏天的厨房室内温度最高时可达到30-40度，在里边做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一顿饭下来汗流浃背。很多人想降低室温，会选择安装厨房凉坝，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安装在头顶上的一个电风扇，功能很鸡肋，并不会像空调一样有制冷的效果。比如厨房油烟的热空气上升到顶上，然后又给凉坝吹回来。总之，凉坝名字很霸气，但效果一点不良。改进建议：厨房想要真正降低温度，目前只有厨房专用空调能做到一步到位。这个设备除了价格贵，没其他毛病。如果预算有限，我只能说夏天很短，忍一忍就过去了。2. 不装双槽洗菜盆。对于厨房到底安装单槽还是双槽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干净卫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选择大单槽更适合，因为双水槽一般都比较小，比较大的锅具没办法放进去，就会导致使用时洗锅水到处溅。如果选择大尺寸的双水槽，又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的空间。改进建议：厨房选择大单槽，搭配个沥水篮，同样可以兼具双槽一边洗碗一边洗菜的功能。另外，对于安装方式，更推荐做台下盆安装方式，不用再担心台上盆打胶处发霉问题，而且台面积水一擦即可，卫生也更方便打理。3. 不装烤漆或肤感膜柜门。这两种材质的柜门虽说质感好，看起来更有档次，但是都有致命缺点，比如烤漆门就是容易磕碰，不耐划痕，而且如果你家厨房光照强，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不均匀的褪色，严重拉低颜值。肤感膜柜门的缺点就是极其不耐脏，厨房是油烟的重灾区，这类材质一旦碰到油污和水渍，很容易留下印子，而且还难处理。改进建议：小东更建议大家选择双饰面材质做厨房柜门，价格便宜是一方面，主要是这类材质颜色款式选择多样，而且耐光照、易打理，性价比最高。如果追求档次，可以选择高光或哑光的 PET 材质，同样具备烤漆的质感，而且耐用性也更好。4. 不装调味拉篮。调味拉篮似乎成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标配，乍一看，每次炒菜时各种调料一次排开，好像很方便，但是真正用过才知道，实际上每次到最后还是会顺手把它们放在台面上，实属鸡肋。
而且这种多功能拉篮对于地柜的承重也是个考验，时间一久很容易出现脱轨和抽拉卡顿等问题。改进建议：经济条件允许，建议把地柜多做抽屉，收纳能力比调味拉篮好，关键是价格还比它便宜。如果预算一般，不如直接做隔板，都比安装鸡肋不实用的调味拉篮强。5. 吊柜不装上翻式或玻璃门，当初想着吊柜做平开门太普通，没什么特点，于是设计了上翻式吊柜，为了突出效果，把普通门还特意换成玻璃门，里边加装了氛围装饰灯，为此多了1000多块钱。刚安装完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真正用上才发现完全是多花钱给自己找罪受。首先就是这种门翻上去容易，再想翻下来就比较困难，平时拿取个东西很不方便。另外，玻璃门不但不好打理，而且因为玻璃是透明的，里边一旦摆太多东西，看起来就会很乱。改进建议：厨房的橱柜设计一定是实用性大于颜值，不要为了好看的效果而忽略了日后的使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柜门还是选择普通的平开门更实用。6. 不装仿古砖或小规格瓷砖，做过装修的过来人告诉你，厨房一定不要装仿古砖，虽然花色好看，防滑性也好，但是仿古砖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藏污纳垢，一旦滴上油污和水渍，卫生很难清理。另外，很多人家里厨房小，为了追求效果，会选择小规格瓷砖。咱先抛开人工费多，后期美缝费用高不说，最主要的是小规格瓷砖缝隙多，后期一定是油污重灾区。改进建议：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务必要考虑日常卫生清洁问题。对于瓷砖，首选釉面砖，抗污好打理。地砖更建议选择客餐瓷砖，通铺到厨房，视觉效果更美观大气。墙面建议选择300×600尺寸，横铺效果最佳。另外，想节约省钱，为橱柜遮挡部分可以用花砖或隐形砖代替。7. 不装大理石或不锈钢台面，天然石材大理石虽说纹理自然，装饰效果更好，但致命缺点是天然石有孔，容易渗色，而且很难清洁。另外，大理石硬度低，韧性较差，会开裂，搞不好你哪天剁个排骨，骨头没断，台面可能碎了。不锈钢材质虽然防水、防潮、不沾油污，但是特别容易出现划痕。平时切菜或剁个肉馅磕碰出坑，几乎不可恢复。一旦台面花了，颜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改进建议：对于厨房台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人造石英石，有易清洁、不渗色的特点，平时也不需要特别保养，而且价格也适中。如果实在追求装饰效果，可以选择岩板。可以说，岩板是哑光大理石的最佳平价代替品，但要谨防一些陶瓷大板冒充。结语：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所以说装修中厨房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地方。一个好的厨房不单单是好看，关键是还得好用。装修细节的好坏，往往也直接影响着入住后的生活品质。